凡界婚俗，都需一拜天地。可我便是天，你便是地，自无需相拜。二拜高堂，然万物生于混沌。你我也并无高堂，不拜也罢。唯有这夫妻对拜，才是你我二人永恒相守的承诺。别逼我更恨你。其实你早已恨透了我，只是连这恨，你都不记得了。拜。于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，长路多远？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为何不躲？我早知今日你会如此，可我还是想试一试，想与你完成这场大婚。我本该一无所有，孑然一身，然贪心之人，必要付出代价。我骗过你，伤过你，这一刀是给你出气的。你以为这样就能两清吗？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你可以恨我，也可以杀我，可我要你我之间永无两清。再往上爬点。哎，好嘞。对，再往好，这样可以，行。今日是我与他的大婚之日，以丧礼为婚礼，确实是疯了。这样不好吗？既能如他所愿，亦能如我所愿。你真的觉得你与他间能如愿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俩之间没有爱，这就是在相互折磨。谁说只有相爱之人才能成婚，而成婚之人必定相爱呢？爱很短暂，脆弱，时间可以打败它，金钱可以打败它，生死亦可以。若想追求永恒，就不要谈爱。风瑶，可愿做我大婚的司仪？我没这种兴趣。你曾告诉过我，命数不可改，让我别强求。但现在，你就是在强求。可你又怎知此刻不在命数之中？你执意如此，我阻不了你。但这是荒唐戏，我不会参与。随你。
你已在此跪了3天3夜，何必如此执着？求公子赐灵药，救我弟弟一命。不是我不给，是给了也没用。我为你卜了一卦，卦象显示你亲缘已尽，这便是命数。若是这命数落在你身上呢，你能接受吗？我的命数早已算出，在不久后的一天，我便会失去一切。可我并不打算逃避，因为逃也在命数中。就算如此，我还是想经历一试，求公子赐药。10年，我愿誓死效忠公子10年。若你当真失去一切，我也会陪在你左右，绝不离弃。半年未见，你似乎不好。萧远死了，半年时间，灵药治好了他的病痛，却引来了邪修夺药，他被邪修吸血而亡。我杀了邪修报仇，却救不回弟弟。如果我没有来求灵药，便不会引来邪修，那我弟弟也不会死。是不是我还是一样，命定如此。看起来，公子的命数也应验了。1个月前，我的父亲杀死了我的继母，却留下了谋害我的弟弟。那你恨吗？他们的命数，这运修山庄的命数，也快到了。那么今日，便是10年的第1日。我叫风瑶，尘封的封，遥远的遥。10年已过，甚非旧日。风瑶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凡界婚俗，都需一拜天地。可我便是天，你便是地，自无需相拜。2拜高堂，然万物生于混沌。你我也并无高堂，不拜也罢。唯有这夫妻对拜，才是你我2人永恒相守的承诺。别逼我更恨你。其实你早已恨透了我，只是连这恨，你都不记得了。拜。于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
痴情人不必问，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为何不躲？我早知今日你会如此，可我还是想试一试，想与你完成这场大婚。我本该一无所有，孑然一身，然贪心之人，必要付出代价。我骗过你，伤过你，这一刀是给你出气的。你以为这样就能了清吗？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你可以恨我，也可以杀我，可我要你我之间一无留情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二位这是在替谁守丧？周明，雪尘，这不是天命神君吗？没想到你也会落入凡尘，被俗世俗情所扰，真是可笑。看来谢雪尘的那一魄已经回到你的体内了。你说什么？何必这么惊讶？我跟你说过，谢雪尘只是我的一魄罢了。你吞噬了他。能被本尊融合，是他的荣幸。而如今你该担心的，并不是他，是你自己。你如今这副模样，还想唬谁？虽折落凡尘，我依然是天命。真是可笑。有了繁星的神还是什么？神格蒙尘，神力减退，你已不再是当年的天命神君。看在我们万年旧识的份上，我便给你一个痛快，祝你解脱。你竟敢救他！我不是救他，只是不想让你得手。你动了谢雪尘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
天命的存在，就是你的威胁。你想做的事情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。那我就偏要让你看看，我是如何事事如愿的。谢月城，你竟敢在神魄中设下浴血禁制！你以为这样就能束缚本尊？万年之后，你还是和天命走到了一起。可如今的我，不会再心慈手软了。睡吧，好好睡一觉。待你醒来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这就是你执意成婚的代价。我带你去上药。不必了。混沌之力化作的利刃所伤，凡品灵药是无用的。那要什么才能治好你？我去找。你不是说你不参与吗？我没说，不管你的命。放心吧。我死不了，只是无法愈合而已。既执掌因果，看透世事，为何对他的执念还这么深？风瑶，你可知数万年有多久？人活于世，过100岁者都很少，修道者最多也不过是1000年之寿。你的问题，我回答不了。纵然对神来讲，数万年也是很漫长的时光，已经足够桑海苍田变换数次。神坛国度，那些岁月里，我和他只有彼此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银色，宇宙洪荒，天命。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我只想回到从前那样。半年太长，时移世易。穆玄灵和当年的混沌珠已经不同了。那你呢？可能辨得清南虚月与天命。既然你这么放不下他，为何不用天命书改他的命，让他爱上你？因为神气动情，昊天不允。昊天。天命，你历经万年红尘，百世成法，可知错？天命知错，当年不该忤逆昊天而行。这万年业障，均是自食其果。万物有序，因循昊天法则。你乃天命神器，流血受伤这种事，不该发生在你身上。
多谢昊天。新魔尊骤然出世，昊天规则产生变数，将令世间运行轨迹崩坏。然天命书不能对同一人改命2次，吾亦无法直接降临世间。天命，需你代行昊天意志，继续完成万年前未能完成之事。但这一次，莫再令吾失望了。谨遵昊天之意。天启天寒，你再去多睡一会儿吧。我昨日助你，只是为了对付魔尊，并不代表我原谅了你。我恨魔尊，也恨你。我知道，你不会原谅我，但我也知道，你不想让谢雪晨守护的一切被魔尊毁掉。我与魔尊已有万年的夙愿，既然你我目标一致，为何不能合作一次？凭什么？凭我知道魔尊的弱点，以及应对之法。弱点？阿朱，万年前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世事流转，你与谢雪晨，阿朱与魔尊，都起于万年前的机缘。你若想得知真相，找到破局之法，何不亲身经历一次？我可为你开启天命阵法，让万年前之事再现眼前，让你阿朱的视角重新感受一次。你可敢？有何不敢？我没有混沌珠的记忆，我唯一相信的，就是你们曾经数万年相伴的时光。数万年之久，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。不是你们，是我们。鸿蒙伊始，昊天创世，并淡化2大神器：混沌珠和天命书。混沌珠掌时空，天命书掌因果，二者均受昊天所控，共同维系世间运转，而后才有了各族万物。神族内战，恶神君玉率众反叛，杀了善良的老神皇一派，夺得天界神之权。由于神战冲击，致使天命震动，裂开巨口，3界濒临崩溃，史称苍浩之伤。昊天命混沌珠补天，最终混沌珠灵力耗尽，坠入人界。天命书感应到混沌珠的惊变，一半神魂追随到人间，
仅剩一半神魂的天命之书上显现一则命格预言：神子诞，众神落。新神皇君玉不懂何为神子，求天命书提供更多信息。天命书沉寂不答，君玉便命玉、战、蚩三神搅动人间，寻找神子。而天命书终于在人界找到了混沌珠，将它置于人族皇宫池塘，以人皇气运滋养，等待它再次化形。这珠子倒挺会逗人开心的嘛。圣君，圣君，圣君，何事？阿言回来了，正在长明殿等候。西陵国各地虫灾一解，西陵国君亲自将100少女献祭于西河中，以此感恩神明庇佑。这虫灾来去极其诡异，经查明，都与一则神谕有关。神族以信仰为始。 他们先制造恐惧，再给予施恩，令众神俯首贴耳，顶礼膜拜，以此来获得信仰之力。这些所谓的神谕，都是神族的手段罢了。咱们圣君可是天下共主，神谕之事，西陵竟敢不上报？圣君一向反对以人献祭之事，西陵国君自然不敢上报。如今西陵虽已解患，但错失了农收，有饥民投匪，边境摩擦不断。 是民是君还需分辨，一切要提前防备。西陵之事我会再行考量的，辛苦你了，阿言，先回去休息吧。要说辛苦，还是咱圣君辛苦，公务繁忙，您都好几天没合眼了。是你想合眼了吧？行了，我这里不需要人，去吧。谢圣君。哎，阿言，你等等我呀！这么久不见了，你就这么对兄弟我的？哎，虽说你是西陵人，我是东泽人，但远亲不如近兄。哎，话说，你这次回去有看到什么好玩的吗？你总想着好玩的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咱圣君最近压力太大了，都开始盘珠子了。盘珠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除了面对圣君，你就是个大闷葫芦。 天时地利了这么久，终于到人和了。国师，国师来的正好。最近形势动荡。 阿言去邻国搜集了些神谕，还请国师指点。吾特来此，恭贺圣君。恭贺圣君获上古神器，报复江城。神器？
圣君手上的这枚珠子，便是上古神器——混沌珠。混沌之力可开天辟地，若能成功炼化，那对抗神族也将不在话下。这就是混沌珠啊！还请国师指点。圣君乃人族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自生神窍的超凡之人，故圣君的血魄便可修补此神器。只是，若圣君失了一魄，那无妨。国师能否助我完成？圣君，请入。圣君，无妨。若凡10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昭明。我记得你。你身上的气息很熟悉。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，我似乎是颗珠子，经常被你握在手里。其他的就不记得了。想不起来便不想了。既是明珠，今后叫你阿朱，可好？阿朱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你今后有何打算？我不是你的珠子吗？像以前那样就好了。既已化为人形，若还居于宫内，岂不可惜？你想不想去游历世间，看看大好河山？你会和我一起去吗？那恐怕不行，我得留在这里。你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这个世上，我只认识你，只想和你待在一起。况且，你身上有灵力，在你身边，我就不会变回珠子了。你若想改变主意，
随时都可离开。很晚了。是啊，很晚了。我已让人将玲珑殿收拾出来，你现在就可以去休息了。是你该休息了，你看起来很累。我们一起休息吧。我们不能睡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们之前都睡在一起。你现在是人。珠子可以，阿朱却不可以，真是人不如猪。可是你不在我身边，我不习惯，会睡不着的。今日夜已深，你且先睡在这儿。我还有很多的公文没看完。我不走，就在此处。好吧。国师，今夜天凉，若要去花园，记得加件披风。今后便不去了。您曾说过，花园池塘中凝聚日月光华，在那儿采集灵气，有助于炼制稀世灵丹。原本每夜前往，如今却不再前去。可是您的灵丹已经炼成了。日月光华对于炼制灵丹固然有益，却周期绵长。近日发现这世间竟另有精华之气，可助灵丹快速炼成。还有这等奇效？不过这炼丹之术，在于平衡。若操之过急，也只会让灵丹失效。多谢国师指点。没错，炼丹的确在于火候。国师，我去丹房看看。人皇之气，胜于日月光华。很快，你便会恢复如初。